假設你正在一個未開化的國家中旅行，看到行刑隊正瞄準了10個被嚇壞的農夫，行刑隊長看到你出現，因為擔心你這個文明世界的人把事情傳揚出去，而在猶豫要不要開火。正義心驅使你上前問隊長這是怎麼回事，隊長呢就告訴你，這個村子涉嫌藏匿了反對黨的領袖，他們也不肯交代叛亂分子的下落，於是他們想要殺10個村民來殺雞儆猴，逼迫其他的村民就範。他說這在本地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既然你來了，我們尊重你這個文明人，可以為你破例一次，只要你親手處決其中的1個村民，我們就可以相信你出去之後不會聲張，作為交換，我們會饒恕其他9個人的性命。但是如果你不想這樣做，那我們就只能把你也滅口了。當然，這10個人也會死在這裡。請問你會怎麼選？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在其著作《功利主義：支持或反對》中提出了這樣的思想實驗。其實這個視頻本來是一期會員視頻的，因為這個內容放在公開頻道可能會得到一個點擊率很高，但是完播率很低的結果，這不利於頻道的長期發展。但是我也想看到更多的討論，加上最近《進擊的巨人》完結篇很合適闡述我的觀點。那麼我就把稿子修改了一下，制作成了日常更新的內容。那話不多說，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否應該犧牲少數來拯救多數。關於這個問題的思想實驗，最出名的應該就是電車難題，以及視頻開頭提到的原住民難題了吧。在流行文化中呢，我以前很喜歡的小說《三體》中的很多內容，以及動畫《Fate》中魏公切斯的糾結，其實也應該算作此列。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直覺反應都是應該捨小就多，然後在腦內檢視這個直覺時才會覺得有所不妥，之後再調用自己的價值觀真正的思考，保留或者改變答案。這裡面其實涉及的是世界近代化進程中的功利主義的命題。近代哲學偉人邊沁在他的代表巨作《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裡就認為，簡單概括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原則的話，那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本書也是功利主義哲學的代表大作之一。從這個原則出發，電車難題原住民難題之類的思想實驗根本就稱不上難題，對吧？但是動畫 Fate 的劇本創作者顯然並不贊同這種想法，他也讓聖杯給魏公切斯來了一場思想實驗，其中切斯在一次又一次的捨小保大的選擇後，終於毀滅了一切。這其實也是借用了近代關於此事討論中的經典反駁，那就是功利主義者們忽略了少和多的定義。當然，再繼續下去的話，就到了反問：如果面對了滅種危機，犧牲99%保留1%，是否也符合功利主義的邏輯啊？然後後者又會反駁說，全體的延續在時間上是無窮的，所以有滅種危機時，即使犧牲99%，也要拯救1%。而這些近代經典辯論的延續我就不多說了，點進來的觀眾我想也不是想看我做個辯論的歷史回顧的，我就是特別不喜歡那種封面是一個吸引人的大字報，結果我點進去，他說最近發生了什麼什麼，然後馬上話鋒一轉就說我們要先從什麼什麼說起，結果整個視頻他媽的幾乎全在做歷史回顧。那你倒是把標題和封面搞得像個說書視頻啊，別裝得像觀點視頻一樣，對吧？言歸正傳，在我看來，正因為絕大多數的近代普通市民都不會把犧牲生命作為备選項，而同時絕大多數人面對這種思想實驗又會選擇犧牲少數，所以這種專門設計的違背人們慣常邏輯的極端情況才有魅力，讓人們能夠捫心自問自己的選擇，從而呢衝擊更加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是否存在底線道德。顯然，對這些極端思想實驗持功利主義觀點的人們會認為，這世上沒有不可以打破的道德天花板，道德它就應該以公用為目標。儘管平時人們都以愛心呀、平等之類的面紗把自己打扮起來，但是最終我們會在緊急關頭還是從簡單的數值出發來衡量問題。很多類似的思想實驗也是為了證明這一點，從而主張法律的定義也應該以公用作為唯一的目的。但是這種極端的情況是否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真相呢？簡單講，我的理解它是有問題的。首先是這些極端情況本身就不可以做抽象的假設，這些假設在我看來本身就是數學問題而不是人性問題，所以人們理所当然的會給出數學最優的答案。但其實我們只要稍微加一點點人的因素進去，比如為電車难題的6個人加上性別、年齡、職業、國籍、種族、宗教、財產、智商等的因素，那就直接變成了營銷號裡常有的虛假心理測試了，善度會立刻暴增。可見原來的極端抽象已經把人性給抽沒了，自然它本就不適合用來作為人類社會運作的形式邏輯根基。選擇了為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的那些被測者，在現實中極大可能是不會給出同樣的答案的。災難電影中的主角犧牲女主角拯救一架飛機時，編劇可能要被刀片問候，因為女主角被塑造了人性，事情便不再是數字上的1小于数百了。所以我們更常會看到的情節是，會給這個被犧牲者設計一些伏筆，暗示他自願犧牲。
雖然通常這樣編劇的刀片也不會少，但是至少讓主角被討厭的概率降低了。其次，就算我接受這種極端情況確實揭示了人性本質，就像我以前做過的日本食人史中的一些情節一樣，至少確實有足夠數量的人都會踐行極端情況下的功利主義。但是我也會說，這僅限於這種極端情況，並不贊同將其推廣到正常社會的立法程序邏輯中，因為對極端情況的定義本來就是不可靠的。開頭我舉了《三體》的例子，顯然大劉本身也是樂於此道。在電影《流浪地球》中，人們也是在多次試錯之後，得出了以流浪地球來應對300年後的太陽毀滅的決定。但是要如何確定必要的極端方案，是應該從太陽毀滅300年前開始呢，還是100年前開始呢，還是10年前開始呢？答案很明顯，是從發現了危機之後，其他的方案被證實無效之後的那一刻就開始不言而喻。同樣是看食人史，我們會發現現實的歷史中比較長的饥荒或者戰亂時期，人相食常常就不再是選擇了，而會發展出有組織的沿路屠村，以及城市裡的人士这些行為呢，它常常不是延續到糧食勉強夠吃的時間點為止，而是會延續到一個強權出來制止的時候。也就是說，我們一旦在社會意識中認可了人相食是在緊急情況下拯救多數人的合理做法，那麼所謂的緊急情況就會不可避免地被擴大。就像你翻看納粹德國的宣傳，會發現在他們的國家歷史上似乎從來就沒有不是非常時刻的時候。我可以舉個更共情的例子，你的老闆、你的公司足夠黑心的話，你的團隊也會永遠的處於最近有特殊情況大家熬過這一陣的狀態中，那肯定是熬不完的，對吧？到時候給你個除夕不放假的驚喜你想跳槽都沒時間準備了。所以我的觀點中，即使接受了絕對的極端情況下會出現打破道德底線的情況，那也只能是特例，並且需要被社會性的懲罰。上書中說人心為微，道心為微，也是講的這個事情，理性是很危險的，良知的火光卻是非常微弱的。之後上書馬上接了唯精唯一，允直確忠，你只有如履薄冰的毫不懈怠，才能夠不讓它一不小心熄滅的。我很喜歡的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詮釋了這個觀點，在漂流中的派和心中的老虎鬥智鬥勇了一整部電影，也是靠着他，派才能夠從這些艱難中活下來，回到文明的世界。我是對極端人性持悲觀態度的，但是電影導演溫柔地給了我們一個樂觀的結局。回到岸上之後，老虎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派。那整部電影在這裡的寓意也比較清楚，如果老虎吃掉了派再上岸，那麼他上岸的結局就是被捕殺或者被關起來，對吧？進擊的巨人中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過程，我們質疑來了，理解來了，成為來了，不是我們變了，而是來了變了，他終於過上了我們也能理解的快樂生活。但是其實細究的話，萊納也沒有變，是他所處的環境變了。他和少年派一樣，隨着環境不再極端，終於和心中的老虎分開，這是好結局。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也有回答，《論語顏淵》中的子貢問政的故事，大家應該就比較熟悉了吧？子貢向孔子請教治國的精要，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就是富國強兵，取信於民嘛。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那子貢再極端一點，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然後補充了一句：治皆有此，民無信不立。孔子認為最極端的情況下，也要優先保證取信於民，道德的底線還是不能破的。所以要我來回答開頭的原住民難題的話，我沒有答案。這樣的環境下，我是不會選擇相信隊長的信用的。我可能會選擇殺一個，也可能會選擇殺10個，那都是基於當場情況下我判斷如何才能活命。能夠逃出升天的話，必須要考慮復仇，無論他有沒有騙我，肯定是嚴重的欺我，對吧？幹掉那個提供讓你不能接受的選擇題的家伙，幹掉那個製造極端情況的家伙，往往對自己對大家都更有利。那這期內容多少有點好為人師了，而且成稿有點掉書袋，觀感想必是不怎麼好的。能看到這兒的都是真愛粉，但是我想聽聽大家的想法，所以並沒有發成會員視頻，歡迎大家留言討論。總之也別忘了點讚，我們下期再見。